大家好啊，我是优布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普门品的经文，悲体戒雷震，词义妙大云，树干露法语，灭除烦恼厌。正诵经观处，不畏军阵中。念彼观音力，众怨悉退散。妙音观世音，梵音海潮音。胜彼世间音，是故须常念。念念勿生疑，观世音净圣。于苦恼死厄，能为作医护。具一切功德，慈眼视众生。辅具海无量，是故应顶礼。我们先看这句经文悲体戒雷震，词义妙大云，树甘露法语，灭除烦恼厌。那么所谓悲体是慈悲为怀的意思。戒呢，就是防止发生，比如有人在游行，那么警察就会在旁边戒备。雷震呢，就是说很大的雷和闪电。悲体戒雷震，就是说大悲的胸怀可以防止雷震。慈义妙大云是说大慈的意念有如艳阳下显现的一大片云，可以遮盖庇护众生而得到保护。那么这个树即是见力，而甘露是说比较稀有，比如观世音菩萨手上的净瓶装着甘露水，其实是具有滋润的意思。所谓法语就是说法，关系到甘露的问题也就是佛陀的道理方法有其效益性、功能性，如同甘露一般珍贵，能够帮助世人得到利益。而焰呢，就是烧得很烈的火焰，具有非常的意思。因为有时烦恼就像火在燃烧，而灭除烦恼厌，就是说可以消除极端的烦恼。接着经文说，正诵经观处，不畏军阵中。念彼观音力，众怨悉退散。那么这个正即是争吵，讼呢，以现在而言则是打官司。正讼经观处就是说因为某件事情争吵不休，无法解决而告到官府。军阵的意思是说军队在作战时所处的环境，因为作战是极为恐怖的环境，当面对敌人时，不是自己死就是敌人死。而这个众怨就是怨恨或者仇恨。那么整句的意思是说如果因为争辩而告官，有如处在作战的阵地之中，恐怖的环境之中，假使在这个时候你能提起正念，想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智慧的神威之力，那么所有的怨气便会消退，自然也就不会与别人争吵打官司了，也不可能像是在军队处在打仗的前线那种恐怖的环境之中。因为我们知道人都是为了争一口气，最后而两败俱伤，那么谁也得不到好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的心里总是怨恨不平，承受不了，非得去拼个输赢不可。那么接着经文说，妙音观世音，梵音海潮音，胜彼世间音，是故须常念。我们必须了解以声音而言有好听以及不好听的声音。其实问题不在于声音，而是内容。妙音观世音是形容观世音菩萨能够闻声救苦，听到众生求救的声音，并不会感觉到麻烦的心态，反而把这种声音当成是很好听的声音。
而泛音呢，通常是指有些寄语是用唱的，称为泛音。海潮音就是在海边海浪冲击悬崖的声音。而胜比世间音啊，是说别人痛苦的求救声音，在观世音的听闻中是超过世间一般的声音，反而认为能救助他人是很好的事情。所以啊，我们意念中应该常常想到观世音菩萨的智慧、愿力、修养完成的神威之力。所谓念的问题啊，不只是用口去念，而是要身口意三者都必须念，也就是身平静，口持念，意要联想。接着经文说，念念勿生疑，观世音净圣，于苦恼死厄，能为作医护。具一切功德，慈眼视众生，辅具海无量，是故应顶礼。那么这里的苦恼死厄啊，是一种发展的现象。通常人苦恼到某一种程度，便会想要去寻短见，而医护即是依靠。能为作医护，是说假使在苦难的环境以及想要寻死的厄运的时刻，可以想到观世音菩萨智慧修养显现的神威之力，可以作为医护。如果只是自己本身的自我意识，那么最后仍然是苦恼死厄。念念勿生疑，也就是每个意念所升起，对观世音菩萨表现的一切都不怀疑，因为观世音菩萨具足一切功德力，而且以慈悲的观法看待众生。所谓慈悲的观法，就是平等心，无分别心。具福海无量，是说所聚集的功德完成的福报无量无边。所谓顶礼啊，是以礼相待的意思。是故应顶礼，则是经常用一份虔诚的心面对观世音菩萨，身口意皆念着他，那么这样即可得到无量无边的福德因缘。那么好，关于普门品的经文，悲体戒雷震，慈意妙大云，述甘露法语，灭除烦恼厌，正诵经观处，不畏军阵中，念彼观音力，众怨悉退散，妙音观世音，梵音海潮音，胜彼世间音，是故须常念，念念勿生疑，观世音净圣，于苦恼死厄能作为医护。具一切功德，慈眼视众生，福具海无量，是故应顶礼。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我是优步。